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曼达。大家有看过上一次我用湿鱼做的海鲜冻吗？其实美食界的时髦人士应该有发现哦，它和一种叫波奇碗的网红美食非常的类似。那波奇碗的原名呢叫做 Poke Bowl， 原本是夏威夷的传统食物。那夏威夷大家知道，作为很多日本人民的第二故乡，所以波奇碗也和日料进行了一个很深度的融合，再加上一些从东南亚过去的影响，就大概从5、6年前开始吧，一直到现在，波奇碗简直是席卷全球，横扫各地的轻食餐厅。我称之为缝合怪的胜利。其实这道菜受欢迎是有它的原因的，因为光是颜值看起来就赢了，口味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变。那今天我给大家总结一个公式，其实你掌握了套路之后，就能随意变换出各式各样的波奇碗。如果你想要走夏威夷老字号传统原教旨主义路线呢，你需要一些独特的夏威夷本地的食材，比如石栗，它是一种本地产的坚果；还有一种是毛伊岛洋葱，它是一种甜而不辣的洋葱；还有铃木，它是夏威夷本地的可食用海藻的统称。我帮你们查过了，这几种食材只有石栗能买到，其他的都根本搜不到。但是没关系，你完全可以换成像腰果，还有山东的章丘大葱，以及日式的海藻沙拉这些。一碗好吃的波奇饭呢，基础就是米饭。一个煮饭小 tip， 淘米的时候多淘几次，看到淘米水比较清澈了再煮，米饭就能 Q 弹粒粒分明。等饭好的时候，准备其他食材，鱼生随意选择，金枪鱼、三文鱼、甜虾、三文鱼子、章鱼都可以。记得要选用标注了可生食的鱼哦。如果吃不惯或者不放心，简单煎熟也 OK。蔬菜可以选2、3种口感不一样的，像沙拉叶、煮熟的毛豆仁、黄瓜、牛油果、煮熟的芦笋都可以随便混搭。酱汁一般会用到酱油和香油，其他的像是油醋汁、柠檬汁、米醋、美乃滋、泰式甜辣酱也都可以随意混搭。最后是提味用的小配菜，前面提到的可以替代铃木的日式海藻，或者山葵、大葱、小葱、香菜、白芝麻、腰果、海苔香松、甜醋姜、紫苏叶，啥啥的随便招呼。掌握这个基本公式，理论上你可以搭配出无数的组合。我来举个例子吧。刚才的米饭煮好了，把可生食金枪鱼切成小块，加酱油、米醋、柠檬汁、香油、黑胡椒，拌拌匀，立刻盖在一碗米饭上。搭配煮熟的毛豆、牛油果、沙拉叶、甜醋姜、白芝麻，一碗夏威夷鲜鱼盖浇饭就做好了。主要的调味都在金枪鱼里，咸鲜微酸，拌着 Q 弹软糯有嚼劲的米饭。毛豆、牛油果、沙拉叶提供不同的咀嚼感，酸甜清口的甜醋姜，一口下去真的很有满足感。波奇碗受欢迎的另一大原因其实是营养均衡，好吃不胖。除了白米饭，也经常会混搭粗粮，比如藜麦、糙米、燕麦米之类的，可以分别煮熟，混合成杂粮饭，或者像我之前在1周冷冻便当那集一样，杂粮先浸泡，再跟白米混合一起煮成杂粮饭。三文鱼切小块，挤上美乃滋，喷枪炙烤上色，盖在米饭上，再搭配沙拉叶、黄瓜、大葱、紫苏叶、酱油、甜辣酱、现磨新鲜山葵，一碗夏威夷炙烤鲜鱼盖浇饭就做好了。三文鱼和美乃滋经过炙烤后散发浓郁的油脂香气，跟甜甜辣辣的甜辣酱搭配格外出彩。总之呢，好吃的波奇碗很像是一个团队协作，米饭打好基础，鱼生算是金牌销售吧，蔬菜要支持鱼生的销售工作，酱汁负责内部协调，小配菜是脑洞无限的创意型人才，组合在一起才能做出一碗口感多样、色彩缤纷、清新爽口、调味平衡的波奇碗。
这一碗跟刚刚那个金枪鱼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啊，因为调味料里头我加了美乃滋和甜辣酱这种比较重口的。另外就是，其实很多市面上的三文鱼是不适合生吃的，那你可以用同样的调料把它完全煎熟了吃，这个调味也是好吃的。因为三文鱼本身的油脂很丰富，然后再加上那个美乃滋放在上面那样烤过之后，它会特别的香。YouTube 的观众们，如果你们还想看我做什么菜，请在评论区给我留言。喜欢我的节目或者喜欢我本人，不要忘记点这里订阅我的频道，每周都会更新。咱们下周再见了，拜拜。